昨天晚上9点多，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是他们的最高立法机关，公布了未来1个礼拜会议要讨论的议程。但是其中有一项却是直接冲着香港而来，公布后引起了香港社会极大的震撼。然后呢，也有非常多的台湾人非常关注这件事情，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今天希望大家务必给我们10分钟的时间，一起来聊聊香港国安法。この番組は希望大家可以订阅でお願いします。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香港的国安法这件事情呢，真的是超级时事了。昨天傍晚消息一出呢，不管是香港或是台湾的社群，都迅速引发了各种的串联还有讨论。因为这件事情看起来真的是非同小可。而我们从昨晚开始呢，不管是 YouTube 频道啊，还是 IG、脸书，都不断的收到观众来讯。有的读起来其实真的非常的令人难过，几乎已经像是诀别书一样。他们希望我们一定要把国安法这件事情以及后续可能的发展，尽可能的传达出去。请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的。那虽然因为时间紧迫，这集未必能完整的讲完，但我们一定会继续的关注这件事情，然后跟香港的大家站在同一阵线。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先来看看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引起大家这么强烈的关注跟情绪吧。这些事情呢，最早是由香港01这个网站曝光的。他们在文章中提到，今年中国人大会议里面呢，有一个任务，就是要订定一个全新的香港版国安法，目的是为了堵住香港的国安漏洞。但不管是这个法案的目的，或者是说它登场在众人眼前的这个形式，都引发了非常强烈的疑虑。相信大家应该都还对香港去年从夏天开始的反送中运动，或者是说那个逃犯条例记忆犹新吧。当时逃犯条例最主要会引起香港人强烈反弹的原因就是，如果这个条例通过，那么只要有人在香港犯法，那中国就可以依照这个条例把犯人引渡回去中国审理。而又因为这个引渡的标准非常的模糊，而且只要特首同意就可以引渡，但特首的民意基础有限，甚至可以说是北京政府任命出来的，这就等于是触碰到了香港人在一国两制下面最基本的自治权还有司法独立，因此引发了去年那样大规模的公民运动。那虽然最后也算是成功的挡下了逃犯条例的立法，但在这个过程中呢，造成了非常多的悲剧还有痛苦，而也有许多人至今仍然在受苦当中。但根据目前得知的资讯呢，这个香港国安法对香港的影响可能远比逃犯条例还要剧烈，几乎已经到了可能改变香港地位的程度了。为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在介绍国安法之前，先来讲一下香港基本法第23条。关于中国以及香港之间的关系，最主要就是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就是这边要讲的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呢，就有点像是香港的宪法这样子。那像是它的第1条呢，就写着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这句台词好像有点熟悉哦。而基本法的第23条的第1段呢是这样写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以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那后面还写着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在香港活动，也不能够跟香港的政治性组织联系。那这个条文规定了一些禁止做的事情，并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要自己立法来详细的规定。那这个概念呢，有点类似我们的宪法之于法律的关系，也就是说宪法会针对某件事情定一个框架，然后就说剩下的你们再自己立法吧。那比方说我们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好了，它就是因为宪法增修条文里面有说关于自由地区跟大陆地区的事务要以法律来定，所以我们的立法院呢才有额外制定了这个条例。但回到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状况呢，就在于它虽然授权香港自行立法去规范跟国安相关的事情，但这个部分呢却从来没有在香港的立法会立法成功过。2003年的时候，香港政府曾经一度想要就这个条文开始具体的立法，但当时却引发了50万香港市民上街游行抗议，最终这个法案就被香港的立法会搁置了。一直到现在呢，基本法第23条都还只是一个框架，并没有具体的法律配合落实。可想而知哦，在去年的反送中运动之后呢，如果香港政府要再推动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所遭遇到的抵抗呢，一定会更加的剧烈。所以昨天公布的这个香港国安法呢，看起来完全就是要采取另外一条路线，绕过香港立法会，直接由中国政府来处理。
这个另外一条路线呢，就是香港基本法的第18条与中国人大的分境合计。原本在基本法第18条里面呢，其实就有开了一个很大的门。他说，实施在中国的全国性法律，如果也有列在香港基本法的附件3里面，那它就可以由香港政府直接在当地公布或是立法实施。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针对某些事情，可以先由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常委会来立法，然后再放入香港基本法的附件3里面。那这样这条法律呢，就可以由香港政府公布实施，中间就完全不需要经过香港自己的立法程序。而昨天晚上公布的这个全国人大代表会议议程呢，就是打算直接制定这个俗称香港国安法的法律，然后透过基本法第18条放入基本法的附件3，直接跳过香港立法会，成为香港正式的法律。那根据香港媒体立场新闻在今天中午的报道呢，这个国安法的目标就是要健全国家的法治，确保一国两制、香港自治可以好好的落实，所以决定针对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外部势力干预等等的行为予以禁止。怎么看起来好像跟刚刚提到的基本法第23条蛮像的吼？是的，国安法里面的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以及禁止外部势力干预这几点呢，都是基本法第23条里面有规定要去禁止的。而国安法里面呢，还与时俱进了一项，新增了恐怖活动。虽然人大的说法是加强国安才可以确保一国两制顺利的实施，但许多人认为这个香港国安法呢，明显就是会破坏一国两制的精神，甚至是要直接用来预防香港社会再度出现像反送中这样的大型示威抗议。今天早上呢，中国人大网上面的这个法律草案审议栏位一点开呢，你就可以看到官媒新华网发表了一篇措辞非常强硬的评论，里面蛮详细的说明了为什么全国人大代表会议要在这样的时间点制定这一个法律。那这边呢，也让我们先稍稍的打岔一下由于新华网呢是中国的国家通讯社，甚至长期作为官方重要政治活动的宣传平台，所以他们的评论呢，通常都算是有一定的指标性的。好的，那在这篇评论当中呢，他们有提到几件事。第一个是香港去年发生的反修例运动，严重的破坏了社会的秩序，侵蚀了法治的基石，并且凸显出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上面的巨大风险，甚至性质上呢，已经带有了本土恐怖主义的色彩。那新华网这篇也提到，这样的状况呢，是来自于香港内外敌对势力的勾连合谋，也提到台独还有港独势力的勾连，河流动作不断。而反修例的风波呢，更是凸显了香港现存的法律有明显的漏洞，相关的机制呢，甚至长期都处于休眠状态。而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呢，也被延宕，所以全国人大代表才要跳出来制定香港的国安法。所以从新华网的说法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对，完全不用怀疑，这次的人大会议的立法呢，确确实实就是针对反送中运动而来的，可以说是中国要再度的强化对香港的掌控，紧缩香港自治权的进一步行动。那在消息爆发之后呢，香港民主派普遍认为这样的举动其实是在动摇原本中国跟香港一国两制的约定，进而转向实质上的一国一制。因为在香港国安法所想要禁止的内容，包含了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还有外部势力干预等等等，这些几乎都是一个威权体制用来扩张自己的权力，并限缩人民自由时的必备工具。光是中共政府近10年来呢，就用这个理由在全中国逮捕了非常多的人权律师，甚至在新疆设置再教育营，关押了数以万计的维吾尔族人。他们可能未必有颠覆国家的实际行动，但是中共呢，依然可以用分裂国家之类的理由限制他们的权利以及人身自由。过去在一国两制的保障下面，香港人还能保有相当程度的自由，但要是这个国安法通过，基本上呢，就是把原本在中国本土的法律延伸到了香港来。在概念上呢，它不仅是破坏了一国两制的架构，更从实质上面带来了一国一制的政治氛围。对香港来说，一国两制、司法独立，这些都是中国政府承诺说会保障给他们的重要指标。但比起原本说好只要有针对这种重罪的逃犯条例，这次国安法所适用的对象很有可能就是那些走在路上却莫名的被港警以各种理由追击的民众。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次中国人大绕过立法会，直接帮香港人立法的动作，违背了香港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里面香港政府应该自行立法的这个重要的原则。因此，如果国安法在香港实施，那香港基本法几乎就宣告是沦为废纸，一国两制正式完结。
讲到这里，我们再来补充一下各界对于这个消息的反应。今天早上凌晨的时候呢，美国总统川普对记者表示，如果中国在香港强推国安法，美国将会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而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奥塔格斯呢也说，任何无法反映香港民众意愿的国家安全立法，都会对稳定产生极大的破坏，并且会受到美国还有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而美国参议院里面呢，今天凌晨也有2党的议员共同的提案，打算立法制裁干预香港自治的个人以及实体。那除了美国以外呢，台湾这边早上也陆续传来了各方的表态。在早上11点多的时候呢，总统府发言人也表示，府方高度关切这件事情，也认为北京还有香港的政府呢，必须真诚回应人民的诉求，而不是限缩香港人民的自由还有民主。那陆委会方面呢，也发布了新闻稿，提到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法律应该要是人民的保护伞，而非钳制自由的枷锁。中国这是假借国安之名侵害香港的民主人权自由。而中国国民党呢也出来呼吁，北京政府应该要尊重香港人的自治精神，不要只是让香港的治理更缺乏社会的支持。此外，国民党发言人呢最后还补到说，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一国两制在台湾没有市场。去年在做逃犯条例这集的时候，我们最后有跟大家提到，它其实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推断修了逃犯条例之后呢，就一定会破坏一国两制。但香港人多年来亲身体验的各种不满啊，还有不信任，让他们意识到逃犯条例的严重性，所以决定站出来用力的反抗。而1年过去了，从港府还有港警几乎可以说是无视法律的硬派做法，再加上这一次中国人大的直接介入，似乎也证实了大家1年前的担忧并不是子虚乌有的。这次香港观众们的来信，除了求救还有求扩散以外，也再次提醒在台湾的我们一定要多多的思考，台湾到底想要跟中共保持什么样的关系。而且这些传讯息给我的观众呢，有一些甚至只是国中生而已，就已经要面临这么沉重的一个现实。看到这些小朋友他们绝望的说，他长大后一定会想尽办法移民到台湾，我们真的是很难过，然后也感到非常的心疼。那关于这次香港国安法的事件呢，未来一定会有许多的进展，但我们想要邀请大家先从这一集开始，尽量的广传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们，让他们知道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摇摇欲坠。那当然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这个议题，想办法透过我们的影响力，让更多人知道这些事情。香港的朋友，你们并不孤单，台湾有很多人是真心跟你们站在一起的。好的，那看到这里，我们一样是想要邀请大家，不管你是哪里人，对香港议题的立场是什么，都非常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分享跟讨论哦。那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关注香港国安法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为什么舆论会比较同情香港抗争者以及一国两制的相关讨论。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